我也看到群里面大家有担心的，看不见吗？这个风这么大，车都停运了什么的。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坐在这，外面狂风暴雨，里面都很安静。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是很难得的。然后家长这边请扫一下这个电子签填。哇，哇。Origami is a joy. Incredibly simple. 発見の連続。 You can do magic. It's a very broad umbrella. Big world, big universe. Meditation. Breathe in, breathe out. Please, paper. 折纸艺术它其实就是一种分配的艺术，体验的艺术，享受过程的艺术，可以复制的艺术。折纸的很大的一个乐趣就在于复制分享，就是你很难界定它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还是什么样的。折纸到底是什么？哎，这很难说。首先，折纸比较有趣吧。我从2岁开始折的，我从3岁开始折的，我是从5岁开始接触折纸的。很小很小的时候了，大约4、5岁的时候。When I was 5 or 6. 5 or 6 or 7,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大概幼儿园吧。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折纸了。Kindergarten, in school. 幼儿园呐、学前班啊，都是有折纸课的。我看到你的鱼，大头鱼吗？ When I was about 7 years old. 1、2年级的时候开始，6年级初期。I was 11 years old or maybe 12. Elementary high school student. You're folding airplanes. 折纸飞机，小时候玩，后来纸飞机啊这些都有玩过。Paper boats and put them along the river. A friend came into class with the flapping bird.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爸教我折的第一个东西千纸鹤，我还说太复杂了。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 ，This is my first origami book。大家肯定有自己的启蒙折纸书啊。就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去折了一个最传统的千纸鹤，非常非常早期的这种传统折纸。我爸从电脑上看到了一个折纸图纸。然后后面是买了一本书，爸爸买了一本折纸书。 Every Christmas I had a book. From my mother, who had a book on origami. My first origami book in my home. The local library in my city. How did you do it? He said there's a book. And I bought it and I started folding it. 就当我研究出那本书最难的那个作品，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然后就给他再买下一本，然后再买下一本，再买下一本，就一直买。我也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开始折。折的过程中会感觉它很有趣、很巧妙。缓解压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拿起我的纸去折，折出来的那一刻就挺快乐。经常折点小千纸鹤啊，送给别人之类的。折纸飞机呢，就演变到现代折纸。这条角条线第一条端点落在这条线上。对，我们先从这边出发好了。你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折的？疫情，大家闲着没事干，就在那边折。我基本不跟那边小朋友玩，把小朋友都气死了。温州折纸，折一会儿发2手饭，折一会儿发2手饭。然后折过来，给大家折一个折线，然后那时候就是流行于打游戏、打排队，然后也跟风，但是呢，这也不愿意氪金，纸呢都是特别廉价之类的。因为我妈是画老师嘛，她那些工作坊里面都有很多那些什么纸啊什么的，好像有个什么图纸，然后我就照着折。不是为了考试拿高分，我们是因为有趣才去参与折纸的，都是机会难得啊，你平时抓不到的，可能只看到他的名字，那今天都在这。私が7歳の時に大きな病気をして入院したんですね。でその時に、昔は薬は紙に包まれていた。それが正方形だった。でそこの入院患者のおじさんに百合の花を教わって、それから好きになりました。哇塞，这雨还是蛮大的。不是正好呀，我就比我这作品稍微湿润一点。你是折啊你？对呀。对湿折没有概念的，可以看看，这个就是他当时触底湿折的。我们这次有几位大师传承了这样的技法啊。And then I form one edge to the center line.
In Vietnam, the day when I was young, we don't have much money to buy toys. And for me, I was very lucky that I have an origami book so that I can make toys. Paper is very easy because paper we can find anywhere. To the front. 这个丑牛吧，弄了个丑牛出来。主要我也没有怎么接触过湿折，硬折、硬掰，体验一下。那现在我在胶上，它不是胶，它是让它湿润，湿润之后它就软，软了之后你就可以定型。第一次接触现代折纸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这个作业是3份折图，一份是神谷哲史的独角兽，一份是小松英夫的老虎，一份是大卫比尔的猫。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说，哎呀，这是一张纸折的。但是这个期间呢，不能够有任何的拼接或者是裁切，就是很难想象它是从一张纸做出来的这个艺术，就是它没有任何加或者减。你像绘画是往上加，然后雕塑是往下减，它又不是像模型，模型是人家给你分配好的，你去拼。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他们就要倒吸一口气，说这都能做到。然后，而且他们，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拼接的，对，但是事实上是一张纸折的。他们摊开来的时候，一张纸他们很神奇，对。因为接下来是一个讲座，然后你要累的话，就是拿了纸，我们明天折那个一郎60厘米的纸，找边上那个芦蒿去把纸拧了。我是特别支持他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他这样的话能提高自己的专注力。我不会折纸，我就是带孩子来陪孩子的。我觉得手和脑能一起协调，对他的一个帮助吧。我不折，很少他折的。就是小时候不想让他看太多的电视，就带着他找各种玩。对数学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都有帮助的。对，如果这样宣传家长应该就多了。我在班里数学成绩算比较好的，因为当时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题目很多人都不会，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啥，所以就搞出来了。我能够在学习当中，我也很快的能够沉下心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这个学业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分分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最基础的组合，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将这些三角形进行自由的缩放、旋转。你是喜欢折纸？对，我是喜欢。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首先一个耐心，然后还可以就是逻辑思维能力，然后空间思维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开阔眼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折纸还有这么多道道，我没想到有这么多国外的老师专门要跑到这儿来，还他们以这个为终身的一个追求吧，我倒是没想到的。Since I'm a little kid, I love animals very much. As an adult, I became a veterinarian. I studied design and topics like photography. I learned a lot of math and physics. Quantum physics, really advanced rhythm of physics. I'm an aircraft engineer, and it was very easy for me to go into origami to learn everything. It's a light way for me to make sculpture, so 3D objects. I also fold metal, glass, fabric, leather, all kinds of materials. I practice a lot with that. I am also an architect. From this side, we fold to this side. 我是一名职业建筑师，利用有限的材料，最经济的布局方式来实现你想要的艺术结果。我觉得这本质是相通的。一些折叠结构相关的原理会被我运用到一些装置艺术的设计上。我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看过罗伯特朗，他也是一个折纸爱好者，他也设计折纸。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in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最经典的应该就是三浦折叠法。When it is on Earth, it's very small, but when it goes to the space, it's spread out. これから人類が宇宙に行く時代なんで、折るっていう技術はね、必ず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还是那句话，大众对折纸是有误解的，能够改变普院这边的对折纸的看法，然后进而我可以再影响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我们负责的吧，我们服务中心的，他们折了很多，比如像那种动漫人物，现在教的还挺多的。今年这边好像是人比去年多了好多。多了好多。好，吃饭。
I was shocked to see that all of them are kids. Extremely impressive. It's not the same in England. We don't have too many children. In Germany, it's re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here in China. So most of the people attending conventions are fairly old people. Here it's a really young community. 就是忽然就觉得忽然多了这么多孩子。大概有60%到70%都是新的面孔，感受到了新鲜的血液，还有他们身上带给我的热情。还有没有问题？然后重复一遍你上面的东西。我在其他的圈子里就没有这样好的氛围，不图他什么，只是为了一起坐下来折纸或者是说说话，就是把它改进。对，改进。走了，人家下班了。等一下，那我们在车上还可以再聊一会儿。占个地。我这个我觉得也得再改一下，这个比例感觉有点问题。过折看展吗？这展还没关，我们可以快点进去。我天，这个棒棒糖，这个是他的哇！我跟着你走。没上坐车。哦，这个白夜龙也太帅了吧！这个张一凡的，这个地龙也好帅，这个苍龙无敌帅，这个都是孟伟宁的棱锥系列。好了，快走吧，快走！还有没有去没上？哎，比上班人加班时间还长。所以这才是真爱。我都感觉不到，我以为现在才8点。ED-23哈萨多尔电子战飞机对吧？那个流线型设计很好哎。对，半个小时差不多，连整形带那个折叠的话。拜拜。今天算是玩嗨了。OK 呀，现在是第2天了，我可以起来折个纸了。你们看这个时间，12点17分，也等于0点17分。真的是第2天了，我可以起来折纸了。挺高兴的，能见到这么多大师，能跟很多人交流，亲眼见到这些以前只能在网上见到的那些大师，很震撼，很激动。像我的第一本书，它的序就是由罗曼·迪亚兹老师写的。原来只是书上的名字，像罗曼·迪亚兹这种，很多人说你是我的启蒙大师，那现在这个大师就在这，大家对这个偶像的力量或者说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就自然而然在这里发生了。我们就进行开始。首先呢，我们将上面这个整体的盖花草拿捏出来，整体的。说实话，我觉得放全国来看，真的不多。平时身边能不能找到很多喜欢折纸的好朋友呢？有，不过很少见。简直是没有，差不多也小朋友很难交到，可能就我一个，可能是我没长到，也可能是真的没有，我周围是没有跟我一样的。因为折纸就稍微比较小众，他们觉得折纸太难了，所以就没人喜欢参与。有很多人就选择不折，心里特别失落。Try. I recommend definitely try. 哎，你看我折完了，眉清目秀的海报，眉清目秀，你看眉清目秀，你看我这个眉清目秀，看眉清目秀。For children, I mean,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good because it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precision, fold things exactly together. I'm going to concentrate very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ip of that paper is very neat and tidy. 哎，我看他精不精细，还挺精细的。哎，这脚没对齐，重来。一开始其实根本折不好，那个连边边都对不齐。有一次反正我折不出来嘛，然后发了脾气就开始撕纸，把它扔掉了，因为折得实在是太烂了啊！对，有时候我也会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去反思一下。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折不出来，但是发泄完心里好受，我就把它重新折一遍，或者再挑一件简单的，不断的去调整。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折出非常优美的作品。你折了几个仨。这个可以把它这个折缝的地方更立体化一点，对吧？湿折的话。对。他不会，我爸不会折，但是他还知道一些折的。不会，我手没有他巧。爸爸妈妈能帮助你吗？帮助不了，这个就是他们理解不了你内心怎么想的。在家里只能自己做，折纸好像帮不了我。他们也是很惊讶，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小孩都能，就是这么坚持折纸。我觉得他有一股心流。就是这个是很强的，你在旁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这种忘我状态是比较迷人的，我觉得这个很可贵。 Now you have the sense of I can do it, but my mother cannot. Oh, I'm better than my mother here. 没想到自己完成了，这个忽然高兴的这个感觉啊，他这一辈子都爱好折纸。做出来是什么感受的？很有成就感哦。做不出来的，很失落。之前老师教过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敢于尝试那些困难一些的作品了，然后呢，折会了还不会发脾气，而是用这玩意儿搓个蘑菇。Really good. And then you start again. And then can you feel you're even stronger than before? So. 这个群体是有的，因为中国这么大嘛，折纸爱好者肯定是很多很多的，但大部分都是分散在各地嘛。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在这儿能找到同类。然后折完之后跟别的折友一起分享，也特别快乐。他好像不是一个就是孤独的小孩了，我就感觉就是有人呼应的这个感觉很好很好。Quite nice. You're doing quite nice on it. 你做的很好。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你花了多少时间？5个多小时吧。你折了这一场，是不是就为这一刻？我都没想过我能在这里写签名的。Actually, even those kind of gaps we have, we can communicate each other just by using one sheet of paper. That is amazing. 趴着的、坐着的，几个好朋友聚着的，相互折的，他自己就在这个会场里交到好朋友了。他不一定折你课上的这个作品，他跟那个小朋友在交流折纸。我在边上听的我都觉得挺开心的。我也要学你的，你怎么折的我就怎么折。你也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呀。哎，请问你是 Run 吗？对啊。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哎，折的飞机好漂亮。谢谢。认识一下呗。好啊。我叫浩洋，你叫什么呀？瑞阳。瑞阳。浩洋一个瑞阳。这听着挺好听的嘛。那就明天再见啊。明天再见。拜拜。终于啊！太不容易了。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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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怎么做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他们把这些聪明都教我了。就折完了，就这样。拜拜。还有再见。总算是完工了。我这个。挺好，下边这个可能缺点，下边这个角，你这个要垂进去，最起码这样好点吧。妈妈，那边是。明天设个闹钟，我要6点钟起来了。啊？为什么？我跟那个基本型还没这个呢。明天啊？而且那个基本型还很难。现在几点了？你知道？10点呀。遇到任何有这样的折纸活动的，如果你有条件就去参加，这样你也不会再抱怨我身边没有人折纸，然后找不到也没关系。一个人折纸有一个人的快乐，一群人折纸有一群人的快乐。I always try to go to a local convention where there's some young friends of mine, but also a lot of old people. And there's different kind of interests mostly. A lot of groups that are running online and things happen online. I'm running the marathon, the Origami World Marathon. Every year we have 48 teachers to teach 48 models in 48 hours straight. In England, we have the British Origami Society. The aims of the organization are to educate or to make origami well known. From 2005, I joined the Vietnam Origami Group and I share some of my designs to other people. 老外一直在问，你们中国有
所谓的折纸协会吗？ It's, I think, a cultural thing for the UK. In the UK, if people get together who have common interests, to make some formal group. We have a local meeting in Germany, which is usually once a month, and we have one big community meeting once a year. 这个真的很少见，你们5页折纸都完成了，打卡成功了。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good morning, bye bye. Good morning. 好，我们抓紧这个完成，我们就回去啊。明天起得来吗？国内是比较难从一个小众的兴趣去成立一个官方性质或者权威性质的组织。即便国外有所谓的折纸协会、所谓的折纸大会，对比它整体的人口基数，跟所有的其他爱好相比，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众爱好。这个是去年因为大太阳，所以我们还能去外面拍照。第2期，我们今天放在服务中心，比这个还要大。那个呢，属于交朋友，可能就是人比较多也比较热闹。但是我觉得大师课就定位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师的可能性，那肯定有更高的追求了。Israel is about 9 million people, all in all. Our group is about 250 people registered and maybe 50 to 70 people who are active. Out of them, we have about 15 creators. Compared to the population, we are one of the biggest groups in the world. Thank you. Latin American origami is very active. Maybe not in Uruguay, but it's very active in Argentina, in Chile, in Mexico, in Brazil, in Colombia, in remote places as Nicaragua. We have very good folders, 60, 70, 100 designers. The origami community in Vietnam grow faster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there are many young people with the same passion and they found each other. And at that time, it's just like explosion. Around 2005 until 2010 maybe. I can see the same story in China. Special paper. Okay, so you. About this angle here, and then you pull. Then you have a perfect cut. Paper was invented in China, so you have a special relation to this material. 我不想做那么大，因为我有很清醒的认识，这个折纸它就是个小众爱好。就是可能你觉得是要更多的新鲜血液进来，有更多人来消费这个折纸，但是除了我们这些资深的折友，他不会认可你的这个事情。今天比如周末嘛，有很多人就趴在我们教室那个窗外，有些游客，他就看这里面人在干嘛。这些人就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折纸飞机，还老外教，这是有病吧？大家对折纸的一个刻板印象，可能觉得它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像日本啊，这些欧洲的西班牙，这些折纸都有很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在大众眼里，折纸还只是折纸飞机、折青蛙、折千纸鹤。Yeah, they didn't consider origami as anything serious. 吃了这个材质的亏，咱们纸做的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不如人家用泥做的呀、用木做的那种雕塑，不便长久的保存。你的温度、湿度的都跟纸，特别是手工做的纸，可能像这个，它本身这个纸它吸水，它就不容易吸水，它会变形。我切的特别准，放在这边2、3天，再拿回去，可能会有1毫米左右误差。我需要翻译吗？不翻译了吧？ So today I will be talking about treating paper yourself.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下怎么去处理纸张。现在只是纸张慢慢变湿了。So here's the MC. It's pretty thick.
I'm just going to dip the brush at it, start from the center and just brush the MC onto the paper. There's a small trick you can use. If you look at it from a low angle, you can usually see quite well where there's... You can also just use your hand. 这样用手呢，它感知的更真实一点，因为你这样就知道哪里胶上的多了，哪里胶上的少了，就会感知的更真切一点。那每个人处理纸张都是不一样的。也是一个纸张预处理的方式，它会用到这个玻璃台面，因为玻璃台面比较光滑，你把纸。这棒棒糖大师的送礼对吧？对，就是那位肥仔。肥仔就是棒棒糖大师，他也厉害了吧？说大棒棒糖，小棒棒糖，几个月吧，其实折了100多个棒棒糖，全带来送了。没有啊，要现折，要现折，大的没有了。What? I basically threw it in front of the AC. We just need more people to acknowledge that, because we need to have the money to come into the community to make it grow more and more, because today without money nothing works. 最早是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做这个折纸的推广，当时可能是完全出于一个公益性的目的。18年这里有多少人在？当时来过的请举手一下。当时人还很少，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活动也没概念。罗伯特朗啊，大家这些名师大家都在，三谷纯也来过。那个文森特2019年的这个课，他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你可以看看他后面还很年轻啊，就是折纸的人不老啊。最早其实我也有参加过折纸活动，资金比较雄厚，当时组织的爱好者给爱好者买机票，但是我当时参加来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你可以有商业，但不能那样商业的这一个角度。I think it's a really tricky question. If you want to show something, the obvious place is on the internet. People unfortunately don't respect. As soon as you share it, there's a risk of people stealing it. We are folding this flap behind in this pocket. My curly Q, after first year it was published, it was immediately copied and renamed. Of course, they not mention me. And whenever I'm trying to very politely say, excuse me, it is my design, will you please put a note that it is Curly Q by Asa Brill. They're very surprised and think, oh, it is traditional. It is like crane. So it's really impossibl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problem really becomes where money is involved. If people are selling things, that's a different matter. But again, in order to challenge people who've acted dishonestly, you have to employ lawyers, and that becomes really expensive. Problems of copyrights with origami and with any other crafts, and especially new things and new designs, is probably unsolvable. Very happy with these students. You were fantastic stud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是全世界的难题。2021年左右，偶然间我在网络上发现有人将我这本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作品的教程截取下来之后呢，发布到网上，大家只是疯狂的转发，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作品是谁的。我灵机一动，就把这个作品的教程干脆自己拍成完整的视频版教程，然后上传到 B 站，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正向反馈，甚至有一些网友他特地去买了这本书的实体书。先大一点，掏书皮了还要签过来，签了2遍，谢谢。学生阶段，其实我对版权这个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包括我最早学习折纸，也只是在网上，下载一些电子版的教程。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网吧吗？别的人去网吧是打游戏，我去网吧是去找折纸的教程，用图片
一个一个保存到 SD 卡上，然后呢去学校对面的打印社就把这个卡打出来之后，然后一个个钉上，钉上之后拿着试卷的纸去折。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就各种网络就比较发达了，有各种折纸群呀、百度贴吧呀，然后网上的各种教程也比较多。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群体就是喜欢这个折纸。直到我后来成长，对这个圈子、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我才会意识到跟认知到这个问题。然后我相信呢，大部分普通人应该也是类似我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不会特别的严格的要求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首先你要折人家作品，你肯定得重视这件作品是谁创造的。Yeah, I really hope people can respect the authors and not share any diagrams illegally. 任何的创作都是一样，只要你是人类大脑的这个思维结晶的，这个一定要尊重。原创设计者本身都是从仿折开始学习的。在圈里面嘛，我一开始也是仿折特别厉害的那一种。仿折是我喜欢一个作品，我找它的教程，我折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作品折的人越多，它越成功。搿是一张纸头折出来的啊！我这么厉害。最主要2015年。哦哟。这个在这里面画风有点不太一样。爱好者去折更像演绎，甚至有一些能够演绎出原作者自己没有想过的一些可能性。就是我设计出来作品，我是希望别人来折的。折纸的很大的一个乐趣就在于复制分享。那我尽量去做到我的作品能够让更多人去很好的复制出来。很多原创者就觉得你折我的作品是我的荣幸，你折得比我好，我更开心。你如果有自己的这个衍生创造，那就更开心了。大部分作者我接触下来都是这种观念。有些精妙的设计，可能你的效果上看不到它的作者的巧思，在你的折叠过程中，才能真正感受这个作者所有的精妙之处。大家看到的只是，哎呀，他们又出书了，他们又出书了，他们又搞活动了，都是收钱的。垫资垫多少？对，非常多。书得有个书很多，书特别多。可能你看着我们一直是在卖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后面跟所有的这个创作者之间的一个沟通、一个联系，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触达到更多的爱好者，然后把国外的这些优秀的图书引进来。可能大家也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会这个产品贵、价格贵，但是它这个东西确实流入了中国的市场。哎，我手上有一本自己收了，这书多少钱？200。自己爱护点啊。打比方，这个月前和纸，我们订一张可能要40-50块啊，在日本订要40-50，然后国内能不能找到类似的替代的呢？可以，他可能要求你订30万，要求你订一次50万的货，而且说他对你的这个品类他有要求，不是说他们不能做，是他认为这个市场不值得他做。存了多少货啊？你要去啊？2000啊？2000不到一点。我觉得好挖呀，别搞。他是不是一直是大客户啊？不知道啊，今年好我很多，他把我的好人都拿了，就是比我网上还便宜100块钱哦，就是好老板。其实这个纸呢，你这纸比较厚了，你要是好带就是这样放最好了。但是我这样好老。这个月钱是吗？拿着我就拿2袋子。哎，谢谢，还照给我点袋子。This is beautiful color. Yeah, but this one is a bit Thank you so much. 本当に難しい。折り紙っていうだけでも何回も扉を閉ざされてきました。And I think that the moment we will have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 in the world, that will be a breakthrough. Now, okay, wood carving, using ceramic or using hammer and chisel to take off anything that is not, you don't need from the big marble stone. All of those are techniques and they are all accepted. Only origami is still, oh, no, it's a child play, everybody can do it. That's kind of a stupid remark, and I think
我期待的就是我能像那些折纸大佬一样，学他们画折纸教图，然后自己出本书，然后可以赚点钱。为什么那么着急赚钱呢？不是现在先把技能？因为同学吃零嘴儿之后呢，因为自己本身就是没有零花钱，家长不愿意给，然后呢，只能靠自己赚。我只会把它当兴趣爱好，我不会把它当成职业，因为我以后想当考古学家。很多人都说，考古学家您是一个月啥都没敲到，也可以赚5000多。啊，你觉得这样能赚很多钱，对不对？对。我觉得折纸赚不了钱嘛。我的折纸嘛，赚钱的方式还是比较那啥少。OK。Unfortunately, I don't give much thought to that because I don't make a living. If I had to make a living out of that, I should worry. So I'm worried about my colleagues that actually need to make a living. So what I want to do the most is origami, so I choose origami as my career. Even if you are a good origami artist,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that. You share your knowledge. It can be books, it can be videos. It helps people to get to know you. So sharing is good. It brings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牵到狗上。谢谢。作为我自己而言，我是有很多资料我是免费向大家分享的。只是说大家到了某一个阶段，对这些问题有了解之后，能够尽量的去支持正版，或者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他有愿意买单的人，他有愿意创作的人，他有中间就是去转换的人，他有宣传的人，他有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人，他能够延续下去的前提下，他才能有变成一个行业的潜质。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双刃剑，我们没办法要求你每一个人都去尊重它，都去买它，都去为这个付费。但是我不去做那个恶人，去把它放大。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你要先想赚钱，不要做折纸；但你要想做折纸，你就不要想赚钱，就做事就好了。现在应该就是保持这样的状态吧。一旦把折纸当主业，我肯定是要饿死的。我在工作另外的事。我觉得这个主理人还是不是那么好当的，既不赚钱又贴钱，而且还有时候吃力不讨好。有几个人还问我，你怎么不管秩序？我就觉得我这又不是教室，我这不是来受教育的。扛不住的不要硬扛。打线的图也发那个群里面了，回去房间里打也可以。啊，但是我得把这些活动都弄完了。我们这个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这个讲座还是很精彩的。大家都觉得我是主持人了，我也玩纸的，我不是一个主持人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喜欢折纸。我折纸呀，我专职做戏剧的。都还能坚持吗？我都已经扛不住了。11点了，应该差不多。正常那个还能12点前肯定能结束。时间表我发群里了。好的，你到时候周一寄出那个单号发我一下。这样吧，我晚上回去我看一下那个资金表，等会儿我看了之后跟你说。他好像是每次充当翻译的那个人。对，他好像是这个整个活动的主负责人。主理人呢？他不是翻译，他是。另上去。很明显的，你把折纸当成工作的话，快乐就会少很多。那假使有一天我不再做这个事情了，我在我自己心中，我觉得我是成功的就可以了。老板还得自己剪片子。抖音呢？大家都很好，但是有些人来了又走，有些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会对你有些误解，他让人很难过。所有人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动。 1, 2, 3.
我们没法说折纸是那个哪个国家发明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全球都在玩的一个很新很老，就是新旧结合的一个东西。I founded horses, little red horse. It was a character in a Jin Yong novel, quoting with the bow and the arrow, yeah, to ride on the horse. The diversity of the subject bring us to origami. 里面有很多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奶奶教他们祖祖辈辈教下来的中国传统折纸。所以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外国嘉宾问我，你们中国有传统的折纸吗？我一下子也回答不出来，但是确实有人帮我做了这个事儿啊，是有的。其实折纸也有传承，中国也有传统折纸，而现代折纸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的。但是折纸这个东西在最近的100年里是发展最快的。从国外的折纸，从世界范围内的折纸，也是从传统折纸发展来的。就是什么时候，大家提起中国折纸来，不是看到的是传统的素材和主题，它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中国的东西，它仍然根植于传统。我们很多的设计师从《山海经》里取材，从中国自身的这个文化中取材。You invented paper, so once the paper was invented, it was folded. 拍折。我们先走呢，走，回酒店啊。我们这个离那边就远了。现在只能这样子。姐弟俩都喜欢折纸，真的，女孩子喜欢折纸比较少。啊，对，刚才一看大概就10个女生吧，都不到哈。而且大部分后面女生都放弃了，我估计。吸引小朋友的东西好像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很多，你可能是游戏，可能是别的，但是游戏以外的东西好像不多。We live in a terrible world that the most you do with your fingers is zoom in, zoom out, and scroll. They are growing in all these things. They're glued. They will lose a lot of good skills. And also people all separated. They stop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They can sit side by side and talk through exchanging WeChat messages. 那你不折纸吗？你不折纸啊？不折，我妈折。啊，你妈折啊？其实我周围那些小孩呢，其实全都关注于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写完作业跟家长抢着要平板要手机。就比如说别人在空闲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刷手机或者打游戏，但是折纸可以实质性的给自己带来一些真正的乐趣。打游戏跟折纸的话，我觉得我花比较多时间还是在折纸上吧。It's draw young generations from their gadgets and put them in a real life, real actions, doing something with their hands, but teamwork. 但是有时候这折纸还是很烧脑，所以有时候还是得娱乐一下。我觉得有热爱就了不起吧。我觉得折纸这2个字可以换成别的，对，也可以是游戏，我们也打游戏的。哇，这是什么呀？哇！这游戏嘛，你就没有家长在你身边，你即使再自律，你可能玩着玩着也看不见时间的嘛。自己看一眼折纸，然后呢，时针就直接就转好几圈那种感觉。对，不是我们自律不起来，而是真的很难去控制好时间。经济这个大权掌握在家长手里，所以我还是想影响他的。即便是活动这个讲座，我都是鼓励家长尽量去听一听。 Well, I think if the parents recognize that origami is not just having fun and folding some paper, but there's some more deep topics behind it, it would be great. 他们回去的话，对孩子也会更支持，孩子跟家里的关系也不会因为折纸产生冲突。我很容易沉迷折纸，然后呢，我妈说不要再折了，不要再折了。有一次气之下把我屎给撕了。创立折纸院呢？去折其他东西去了。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完全自主独立了。以前你们这么放任过他吗？也有吧，他现在长大了。哦，11岁了吧？对啊，你不是也很独立吗？对吧？你们总不希望家长老管着你们吧？对不对？你妈之前说你现在折纸折得少啊？为什么呢？没时间啊。哪那么时？个小孩整天跟我说没时间。
上学呀，没时间呀。放学呢？放学做作业呀，每天都会写到10点，大概是9点10点的样子。那还可以花点时间折纸啊？不行，我直接睡觉了。你妈内心其实还是希望你能折纸，因为她想让我玩，她想让我玩。好几项作业，7、8项作业，然后呢团在一起，然后全部写完，然后呢家长检查完作业，如果可以了才能玩。我作业是写的比较快的那种，我会先完成再写这个，从来都没有说因为折纸而熬夜不写作业，然后耽误了学习进程。会影响学习吗？我觉得可能只要自己能控制得好，那肯定就不会影响。我爸爸妈妈非常理解我这件事，这个我感到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了。那个分支嘛，其实现在就是他就说，主要是我希望折纸变成学校的一个副科，都是躲着老师折。然后呢，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不是发纸嘛，然后呢别人都画画，我就我一折的。然后呢还有几个折纸飞机的。然后有些同学呢可能就是上课摸我的作品，然后呢不好好听讲，然后呢就顺藤摸瓜把我抓住了。也基本上不支持了。中午的话，现在因为老师觉得我们整体比较散嘛，然后老师就是让我们中午基本上都是学习，但是还是会偷偷折的。老师都是在下午布置作业的，上午校内作业要做完了，我就在学校里偷偷折。老师不让我们折纸的。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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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it up. Okay. 1, 2, 3, go! Fly! I was among the bad pupils in that school that could throw these paper airplanes or water bombs, and so I got punished for that very often. This is 1, 2, 3, 4, 5, 6. 1到3年级是一个老师，然后他直接把那个纸给撕了。然后就直接给禁止了。然后我升到初中6年级的时候，刚坐到教室里还没多久，那个班主任来了，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在教室里不能看到任何纸飞机、纸枪，或者一些纸模，绝对不能看到，看到直接撕了。这个我直接懵了，我说小学我熬过来了，我真的熬过来了。然后我说。What？ 初中为什么还是不能折？可能学校主要重视的就是主科语数英，把语数英学好了，然后呢以后才好，然后呢美术、音乐之类的才是那些另外那些各类的人，然后学习的。无奈，因为现在这个被禁止了嘛，所以很多人就是稍微对折纸哪怕有一点点兴趣，或者很多兴趣的都会被磨灭掉，然后就成学习机器了嘛。Certainly in schools there aren't any formal origami activities on the syllabus. I think because there's not time, the school children in England have a huge pressure for the subjects that they are studying. So it is much more hardly seen in middle high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t's almost nothing there. So that is a little bit shame for us. There's no origami classes in school and no classes in university. I think those only really happen in some very specific places like MIT. 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报考那个什么天津大学折纸系、折纸工程系。有这个专业？清华好像有。可以去搜，但是这个专业也比较小众。Now 4 points together. Tomoko opened his model a little too early, so she's now sweating. I helped you. So look at this young guy. He did not open too early. And now I'm invited to teach to the future teachers at the university, so to teach them how to fold these things. So it's because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it's really just like a treasure.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application of origami in teaching. Especially mathematics is really inside origami in it. 这个章是拿60厘米的纸折出来的。折完这个正六边形以后，我们所有的基础图形就都得到了，最后连出来都是等边三角形。是这边它有一条斜线，
然后这个斜线和这条边的交点。我怎么说呢？你看作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作品这一坨作品做出来跟这个纸作品的体积跟这个纸是比例是一个定值。既然是定值，它是我的4倍，那同理都是4倍，就这个分号把那个约完都是4倍，我觉得是这个意思。Which develops your communication skill in your mind and also artistic creativity. Hand movements, motor skill are very tiny little, understanding symmetry. 折り紙は遊びで楽しい部分もあるけれど、表現を高めてまた違う表現もできるので、そこのところも見てほしいなと思って。 Here once. Okay. Thank you. There are so many benefits in origami that people who think it's only a game, it's only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about it. And we have to tell them that it's so beneficial for the kids. 回答一下。来，把东西胸在一起，成为一个东西，新的东西。意思差不多是有我们身边很少，但是他们上小学还有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也有带小朋友做过折纸的，做一个纸做的陀螺啊什么的，简单的就是。北京是有这样的课，就是在劳动课里面会有手工，也有折纸，他们会折一些东西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学校会开展一些手工课，然后我们家孩子经常是作为小老师在课上的时候教大家会折纸，也像这样架一个台子，让那个小朋友现场教小朋友全班同学折。有的老师是非常好的，他会在那种社团活动的时候会邀请这个小朋友开个展，就是给他布个展。但是是很普通的公立学校，我是在一个折友群里面听这个故事的，我很感动。尽量在学校或者因为学校还是能推动孩子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把折纸呢也提倡一个叫什么学习互补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件坏事。老师也可能会简单的，但是再高的他也不会。对。你懂折纸的未必会教学，你会教学的未必懂折纸，而是需要我们这个折纸设计师和学校的这个老师之间去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沟通。If you want to stay with one cube, you only need 2 connections or 2 joints. 阿 K， 这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对对对，他这个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他无论是1个单元、2个单元、3个单元，他都可以组合起来各种变化。In 1990, in St. Petersburg, was open origami center, and it was very long journey, approximately 4 years. I was studied different types of origami in every fields: tessellations, boxes, vases, flowers, human beings, units, everything. When I finished after 4 years, I received Master Origami certificate, and I started teaching myself children and adults. I think most of the people will be introduced to origami via a teacher. I will tell, don't try to jump over the stairs. So please start slowly, learn basics, learn all traditional origami, and then if you wish you can jump to the complicated models. I put a lot of effort in trying to create the right environment to teaching. And this is also with the grafting of one strip. The gray area is the space. Now it's only 1 row and 1 column. And this is how it looks. Most people will say, take this corner and put it here. But this corner, when your eyes is down on your paper and you hear this corner, what does it mean, this corner? So you have to say, take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nd put it on the far right corner.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make this central crease lie along this lower edge. So I'm going to fold down like that, very carefully. So I'll do it again. You have to have a common language, you have to be clear,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you are standing in opposite of the class. There are so many small issues. In Russia, even in kindergartens,
origami is taught. It is elementary folds, 2-3 folds, butterfly or simple bird, simple flower. Bring a child in a proper direction. And so I think it's wrong to say it's hard to get into. It's very, very easy to get into. And for certain people, it becomes very addictive. 折り紙は思うようにならないんだけど、折っているうちにピタリと決まる時があって、それも快感だし、やったできたっていう。这个步骤真的很爽哦！你看，全部都能对得上，你看，真的很爽哦！这个步骤折得太舒服了。The paper will talk itself to you, and you will make your decisions. 如果想把这个折纸做到学校里面的话，是需要设计一套教材的。The answer is let somebody, a Chinese designer, maybe even teacher, wrote the book for beginners origami, and that will be for the whole China good. 就是你想走的路，别人走了很长时间了，出一本书可能也就10个作品，一本书就出来了。但是基础教育那个需要大量的范例、大量的作品，它的版权的这个保护，要比这些东西的版权保护要求要高得多。就是你设计的东西，别人轻易就拿来作为那个教材在使用了。我努力了10几年，人家拿你的东西去开班了。That time I was 8 and I can read, so that I understand the symbol. Which is not common. Most of the people who buy origami books cannot exceed the first or second steps because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arrow and this line?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is become that. 我的建议是，小朋友如果是刚刚接触的话，是看视频学习更直观一些。然后跟着折图的话，你需要先学会去认识标准的折叠符号、折纸符号。它这里它是山德，这个是山线，所以说它应该往后。看 CP，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累积的这个功夫。这个 CP 就是 Chris Pattern 折纸的展开图。还没弄完啊？这个还是不太会锯啊。什么？你要先把这线给捏出来。乱七八糟。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折图，我估计一辈子都折不会 CP。就是你折的足够多了，你自然就知道这几条线在这个作品里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想去找那个帮我弄一下，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个地方错误就应该错误在你这儿，应该再翻在前面。我不喜欢说他天赋，天赋好像一个人没有天赋这个词儿对一个人打击太大了。我觉得我不是有天赋的那种。让我们欢迎一下。从最初依赖的胶水塑形的探索，到我现在用几何逻辑赋予纸张生命，我深刻体会到呢，折纸的魅力不在于模仿他物的形式，而在于用折叠的语言讲述独一无二的故事。今天的造型处理方法是我在折纸路上的一些思考，它或许不是唯一的答案，但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感谢每一位聆听分享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初めは折り方を教わって、本でも何でもどんどん折ることが大事と思うの。然后你再去做必胜神德。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知道的。师傅柳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折纸设计不是靠别人教你就学会的。还有这个罗伯特·朗。当时这个确实是大师来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遗憾，怎么当时没来？罗伯特先生他出过一本书叫《折纸的秘密》，里边有大量的对折纸规律的总结。但我说它不是一本教科书，记住它的理论，然后就把它扔掉。所有东西首先发自于自己的爱好。技术是基础，审美是上限，剩下的功夫在纸外面。成品效果我放在这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一部分人解决问题，还有一些老师他们都在这里帮忙解决问题。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折好的是怎么样子的。
the moment I got really hooked into origami is when I started realizing that I could design my own models. 别人设计的那么厉害，我也能仿折，我应该也能设计，这是凭什么我不能设计？自己拿一张破纸，然后呢叠废好几张。瓶颈期了，然后我就不想折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一两年都没折了，然后我就停更了。一直那个在程度上止步不前，所以呢，我就打算给它升级。第一件事，我先把他的这个期待值降低。然后波多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设计师，你看他们那个德国的，他的作品超复杂肯定很多人很喜欢，能把骨架都折出来。Sometimes I tend to overdo things on the complexity, but I try to just restrict myself and stick to the simple solutions.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folds, some things get lost, get diluted. You don't see them as much. And sometimes simple models are much more enjoyable and interesting. They have an interesting twist, interesting folds. 老一辈的人，他们做的东西非常的美，就是很动人的那种美，非常温和，像一只个温柔的手抚着你，然后那个一点一点来。这些小朋友都很想装酷啊，很想觉得哇，我要弄到谁的作品啊，这样最帅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那些老人的作品才会让人觉得哇，好安心。こういう紙を1枚用意してください。我们请各位先拿出来一个纸条。こんな形になっていきますよ。如果我们不断的重复，你们就会发现，最后我们会得到这么一个模型。技術があって、それから次の表現だと思う。技術だけではちょっと表現にはならないと思う。技術はあればあったほどいい。で、それをみんな使うんじゃなくて、そこから何を表現したいか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ると、もっと皆さんを感動させるようなものができると思う。When you are folding something and you enjoying folding, you're not folding because you need to make 10 models and sell them tomorrow on the market or show off to your friends. No. 哪个都挺好的。你觉得哪个水平更高一点？都高啊。评判一下折工。两个都一样的，我都说了一样的。I see many kids that are pressured for folding very well, and how can I make a career of this? How can I make money of this? How can I impress my parents or the girls or whatever? Just fold for yourselves. Don't fold for anybody. Yeah. In the first instance, I'm a selfish origami artist because I want to please myself. 私自身も毎日面白がって折ってます。ダメだな、わからんなとか思いながら。永远在陶冶别人之前，永远先陶冶自己嘛。This is what makes me happy. I don't care about my army service. I don't care about all my duties. This has become my focal point of the day. 跟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走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太多的目的性。因为大家是爱好折纸才喜欢这个的，不是为了推广折纸才喜欢这个的。If it pleases me, then maybe I show it to somebody else to see if it pleases them too. And if it does, well, it's a double bonus. 最初你接触折纸，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带来你的快乐？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很好。我9点半回去，然后我跟阿 K 他们估计还是得今天到12点。9点半你就要回去了。我有这个边角料好多啊！我老板送我好多边角料，哇，真的有，那划算，真的，我有啊。哇塞，太感动了，谢谢。生日歌呢 ？Happy birthday for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2个人吃1个盘子嘛？对啊。阿 K 来了。上面牙还挺齐的呀，这个后牙咬住起来。想过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未来，一个科学家，喜欢没人管我。我觉得我大概率不会放弃折纸这个爱好，但是很难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在用，我们现在用哪个呢？来，大家看我们现在用这个。We are lacking the kids. We are lacking the kids, and we are getting old. Like myself, I have my own kids, and I have to share the time to do origami and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
我认识的很多人，要么退坑了，要么结婚了，就是都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了。大家从学生时代，进入到社会，各种各样的因素原因啊，就之前关系很好的呀，就慢慢就淡出来，很难过。这要带回去的，这是妲己。我跟你说，拿这是Life is difficult in Israel. We have too many wars, too many worries. People don't have the time to sit and relax with a piece of paper and to fall. And we are trying to fight that as well. And maybe fight is not a good word, but we are still there. We are still active. We are still working. And hopefully it will become up again. So in Vietnam, we try to maintain a local origami club every week. To share our knowledge to younger people, to make them grow like us before. 你说这个折纸这么复杂的活，机器人能不能干？不行，可以。这些复杂的折纸作品，为什么还要人来做？机器人没有思维，万一一个编程错误，那你这个步骤直接跳到下一步就会被弄坏掉的。In the past, a number of origami professionals have made a living by making designs for advertising or commercials. And I can see that their work will cease to exist because that everything can now be done by AI and extremely effectively. So the first tip is use AI. 第一步用 AI 啊。Finish. Thank you so much. If you take some picture model work, they can easily make an animation with that model is really lively moving in that movie, in that video. 让人看到 AI 作品和你的实际作品，可能 AI 作品比你实际折的要好，因为它是完美的。 The sequence was not possible in real paper because my origamist's eyes could see immediately it was not, it was fake. I keep far away from AI. Just having an image of an AI-generated work is pointless. Because it is unrepeatable fantasy. It's impossible to do. So we are competing against very high expectations of what origami should be and will never be actually. So it's I keep away from that. But what is good about AI, I think it can be used to help us. Maybe to make diagrams. Maybe in terms of crease patterns, I mean the design patterns of the origami. Right now, it's a lot of effort to write a diagram for a model. 我之前画折图的时候呢，是每一条线、每一个色块都要自己动手去做。每天大概就能分个1-2个小时出来，然后每天画个20步或者30步，然后几天画完一个，这样画的。But maybe by that time, there will be some more possibilities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diagrams. That would be a huge help, so we can focus on designing models and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diagramming. So I think it's a good reference. It's more convenient for us, but it's not healthy for our brain. 他当时看到有人用 AI 去设计那个《小王子》里面的经典场景，所以他当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觉得不是很开心吧？作为一个折纸人来说，他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就设计了这个作品。 狐狸和这个小王子，因为大家都是享受折纸中的乐趣啊！啊，对呀，那你交给机器人割，你这不就只得到一个结果？你又不是想要那结果啊？对呀，你是想要体验其中的乐趣啊！但是我又比较担心的是，它就完全取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取代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个人的理解，像这种湿折这种东西是 AI 很难做到的。Oh, still not catch up with the physical part of the origami. 使えるものを何でも使ったらいい。これはダメ、あれはダメっていうんじゃなくて、面白かったら何でもやってみたらいい。で、結果として美しい面白いものができたら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だから積極的に使いたい人はもうどんどん使って。几十年前你想不到 AI 发展到这样，那你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 AI 是不是它的思想意识会比你超前，已经让你理解不了了，那你就在适应新的形式嘛。
折的怎么样了？ You know NI? AI. NI No. is natural intelligence compar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we should maybe go on focusing on natural intelligence because our brain will never work like a machine. When you touch the paper with your hands, you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there. I hope that's not lost. I hope that grows. 好，来，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勇士。然后稍微几分钟，我快速讲一下。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有用，为什么要有用？ 为什么做事情一定要有用？那玩多好呀，会玩才厉害呀。所以折纸本身来说，对于孩子有没有这个作用，不管是学科类的，还是思维，还是任何的，其实无关重要。我只知道它是孩子的兴趣爱好就够了。 这本身就是艺术啊，艺术就是相通的。折纸这2个字可以换成任何别的东西啊。You can do stitching or you can do carpentering, whatever you can do. But origami is so there. You need a piece of paper and YouTube channel or Didi channel, and not Didi, Bibi. How do you call it? I don't know. And you have everything in the tip of your hand, and so just start doing it. 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一个逻辑来吧。这个家长就只能是尽量的支持，绝不干预。这个，哎，我带你来不是支持吗？花了这么多天时间，对不对？不是支持吗？对。我觉得这张纸它现在只能为我扇风了。他在打线。打完了吗？也是学生，年纪比较大的学生。Once you are old, you don't want your brain to disappear while your hands that tremble. So old people that will do origami, dementia will come later. 前面我帮助，后面你帮助我，对吧？但最难的都是你帮我突破的，你厉害吗？已经照片发给他了，他说不会吧，年纪这么大还折不会小比我的是的呀。And my last tip is just go crazy. Even before I was retired,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in life. I want to be able to enjoy this creativity all day long. 私はもうね、時間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やりたいことも大体決まってきてるし、若い方にはいろんなことにとらわれずにね、何でも挑戦してほしい。不要完全沉迷在折纸里面，多交交朋友。多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本身是很好玩的，所以我才会请他们做演讲、做讲座。然后进而发现他可以成为你榜样，成为你这个偶像，这种能量就会附加在你身上，这就是交流的意义了。没有啊。我喜欢的是涂开明，送给他了很多东西，给他说了很多话，就感觉这种小众的事不太是那么小众的事了，就感觉不只是一个人喜欢折纸。我想的是做一个歌手，因为我是个 J 迷，然后去设计折纸，让大家更多的人去了解折纸。And in 10 years' time, I believe, I'm afraid that China will take over the origami world. You have so many talented young kids here, and they will grow, and it will be a revolution. 我觉得中国折纸处于一个刚起步的第一个浪头的这个状态。或许10年之后，这帮孩子里面的某一些人也会撑起中国折纸的一些天。你们是鸟啊？什么？鸟啊！啊，鸟啊！ Origami artists are a bit introverts. We just focus on our work so that we are not good at making friends. Until I come here, I found that origami can bring me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eeting each other in person, it's really a great experience. And that's special thanks to Panhang who organized this
amazing event. Thank you, origami, for joy you bringing. Thank you. 中国の皆さん見てるとみんな面白がって楽しく踊ってるから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So it's not only meeting the students, it's meeting our fellow teachers, which is really lovely for us. 有点像是见老朋友，大家都非常的热烈去交流。 We are amazed by what Banhang has achieved. We've never been to any kind of meeting quite like this. So thank you again. 欢迎大家去英国，拜访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不同的折纸组织啊。 很纯粹的，我把他们请过来，他们也是我偶像，我也见一见本人本尊，见一见他们的原作，我也找着他们签名，我买了那么多书，我也留点纪念。You have 又换到什么好宝贝了？只有一个。为什么？他只带了一个。他问我要什么，我跟他说我要水壶须。签名。有签名。还有老外签名，双语签名。棒棒糖都发掉了。發完啦，有跟嗰度藍色衫夠啦。在那里啊，在那里啊。我有人在前方咧，佢帶住我去㗎，他不好意思講，不好意思講啊，我跟他講了，然後拖人家去玩。He prepared to purchase artwork. Wow. You want to exchange your work? Okay, come with me. Sword. You can pick one of the sheets off. You want this pink, Thank you. pink one. And Okay, this awesome. present. ？OK， Thank you. 怎么样？这纸的颜色好特别啊！对啊，他自己讲的。哦，可以，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玫瑰花吧。任务完成。元宝，你这东西就一直手持状态。对啊，我喜欢。就算这个外表变了，我不还是披着大人皮的小孩子吗？叫披着大人皮的小孩。每个人的小孩子呀，只是身体变大了，对吧？心还是原来的心啊。And many child 7 years ago, nowadays they are designers and creators, and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m here. 我是第3次，第1次我是作为学员过来的，后面2次我是作为老师过来的。你第2期有没有看到一个设计者叫小薇？10年过去了之后，你现在看到小薇，她是一个大人，她有了自己成熟的设计风格。我现在说这，我就是头皮都在发麻，就是人永远是第1位的。你做的所有事情，只要看到有后来人，你就觉得一切都值。特别想就是以后他长大一点，然后跟他一起折纸，然后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I always want to say to the young person that keep holding, just keep holding, don't quit. I never quit from I was 5 until now. 将近3年了，应该是有4年，有10年左右了，10多年，一直到现在。48 years now. Jim Brill 77了，然后是不时之子74了，然后是 Vincent 是64了。长途飞机很辛苦的。那今年见到了，我不知道明年还来不来，对不对？所以我是很珍惜这些老一辈的人。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听到他们的课？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折纸对于我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嘛。I say following my nose. So if I see something over there, and I'm interested in it, I'll try it. And I think that applies for origami. Enjoy what you do. Every fold, enjoy it. Live the moment. 这个水壶君，我真的要把你给干出来，因为什么？我要圆了上一次，不了了之，稍微有点难度，有一点点，但就是不多，一点点。And maybe when you see that, you see another possibility. Or maybe in the distance, you see something else. And there's nothing to stop you trying it. And you should try it.
slowly but surely, and you will be where you would like to be. 哦，这去年的。哎，23，2年了。居然我居然给你签了哦，2年了。对，2年了。来给他签一个。Hello， 拜拜，拜拜，好，拜拜，明年再见。哥莫拉呀！啊，对，准备回去。我们后天再过来。后天还能再见，后天再见。我还是挺喜欢场的。我也看到群里面大家有担心的，看不见啦，这个风这么大，车都停运了什么的。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坐在这。经常问我啊，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折纸啊？有什么意思？然后当时因为还小，回答不上来。做自己喜欢的事，能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尽量得到，不留遗憾就行了。Never give up.